ZV-1这台相机是23年3月份发布的一台 FX3 的换皮版，售价也基本只有 FX3 的一半。那就这样一台看起来很香的机器，15499的首发价，发布半年到现在只要13000出头就能入手到全新的国行单机。这个跳水幅度放在索尼的全画幅机器中还是比较罕见的。FX3 呢是我平时的工作用机，也是正在拍摄的台机器目前单机的售价我刚看了一下，29000多。以它23000的首发价来说这个保值率2年过去了，还是相当不错的。那为什么一块底放在2个不同的型号上，一个如此保值，一个快速跳水？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一个自媒体的创作者，是入手一台 ZV-1 好，还是一步到位选择 FX3 更好？那这两台相机我是怎么搭配镜头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老 K。为了尽量回答大家这些问题，我带着 ZV-1 在云南逛了1周，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的把这一视频看完，肯定会对你有所帮助。无论是 FX3 还是 ZV-1， 两台相机的定位都是非常极端的视频机。这块底相信大家也很熟悉了，1200万像素可以拍摄 4K 120帧10比特422格式的视频。FX3 有电子快门 ，ZV-1 只给到了电子快门。但其实如果你只是用来拍照发个朋友圈的话，这个像素其实也是完全够用的。这两台相机在硬件上最大的区别就是内存卡槽和有没有主动散热。因为传感器一样，所以两台相机的画质是一样的，区别只是 ZV-1 在120帧的格式下会有1.1倍的裁切。说到这里，刚好可以回答刚刚提出的第一个问题那造成 ZV-1 和 FX3 差价和保值率如此巨大的原因有2点，一个就是操作，一个就是散热。像我手里这台 ZV-1 全身是只有正面2个波轮这就意味着如果你不使用索尼这种自带光圈控制环的镜头就只能依靠屏幕来调整光圈参数，这对使用习惯了 FX3 的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情。特别是在用腾龙这类副厂镜头的时候FX3 就完全没有控制上的这个问题。最骚的是FX3 在录制键上还是有灯光的，就每次按下之后伴随着咚的一声以后灯光亮起后面感觉干活都充满了动力。除了上面说这个波轮的区别那 ZV-1 在按键上其实也是做了一定的阉割，比如说上方的摇杆键还有正前方的可置力按键也少了一颗，包括2个按键的手感FX3 是有很明显的行程和缺感的。ZV-1 呢就更像那种苹果笔记本的蝶式键盘，基本上就没有什么下压的感觉。而且经过我这2个月的高强度使用，看右下角这个强度比较高的30键已经有一点不太回弹的感觉了。至于在散热方面，FX3 内置的风扇给到了它几乎无限制的录制时长和超强的稳定性。ZV-1 在录制时长这方面其实已经可以满足我日常80%的使用场景了，但如果在强度比较高的时候，比如说我同时写好了2篇口播稿，需要同时进行录制，那 ZV-1 就有很大可能在我讲的正爽的时候过了停止，这个时间基本上是在20或者30分钟左右。在相机过了之前，屏幕上会出现一个小图标，一般出现小图标之后，相机会在2分钟之内停止录制，但是这个显示在正面是没有办法看到的，并且屏幕在翻转过来之后，如果加上提示器就会对屏幕有一定的遮挡，所以在录制的过程中会毫无征兆的停止拍摄，并且立马开机之后是没有办法立刻录制的，需要等待机器休息个10几分钟这种拍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会导致我在录口播的过程中不自觉的去加快语速毕竟我也很害怕相机录到一半突然罢工然后后面在补录的时候就完全没有状态了。FX3 的话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我可以 NG 无数遍说我想说的，只要电池还有电，只要内存卡还没有录满，我就可以一直说下去。上面这2点就是我觉得影响 ZV-1 售价最主要的原因。虽然它给到了一块非常顶尖的传感器，但是机身散热还有操控性上没有跟上，所以说还是一个比较符合记录日常的水平就不上不下卡那了。毕竟记录生活的人也不会去花小1万来买这样的机器。像我周围的朋友第一次买相机都是预算在5000或者6000左右，我都会推荐他们去买佳能的 R50或者是 ZV-10这样会更加的现实一些。
回答刚刚的第二个问题啊，如果你是像我一样的视频创作者，平时做的视频时长一般在5分钟到10分钟这样比较长的话 ，FX3 还是你最终的归宿。JV1 在长视频录制中啊，会让你遇到许多头疼的小问题。当然，如果你说你拍摄的是抖音那种1分钟左右的短视频，那 JV1 完全没有问题，它甚至还能提供更好对焦性能和更强的一些轻便操控性。看我单手握持上基本就没什么压力。以后还有一点需要提到，就是2台相机啊，在存储卡的选择上也会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像 FS3 是支持 CFB 和 SD 双卡槽的 ，CFB 卡目前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对比 SD 卡的话，像雷克萨的128G 啊，目前的售价也是在999啊，1000元以内。搭配这种卡的话，就可以很轻松的拍摄 4K 120帧或者 SI 高码流的视频。回到 SD 卡这边，如果你想解锁这台相机的全部拍摄格式，那是需要 V90 的卡才 OK 的。那索尼原厂的 V90 SD 卡 128G 目前的售价也要1800往上。那我目前使用的这一张是雷克萨的 V90 128G， 售价的话是1499啊，性价比的话稍微高一些。经过这1个月的使用啊，并没有遇到这台相机对雷克萨这张卡的借用问题。但就算是这样一张啊，看着性价比很高的 SD 卡，那在读取速度上也是只有260 MB 每秒的写入啊，那对比卖的更便宜的 CFB 卡，动辄上千的写入速度还是要慢很多的。所以 JV1 的话，如果你想发挥这台相机的全部实力啊，在内存卡上需要付出的比 FS3 要更多一些。前面叭叭了一大堆，好像我已经把这台 JV1 说的一无是处了。那作为之前一直在用这样的 R7 和 FS3 的人来说，我对轻量化的机器还是有一定的向往的。JV1 单机身的重量是830克，我给它搭配了一颗 20-70F4 的镜头 ，FS3 呢就是 24-70G Master 2 20-70这颗头啊，整体是比 24-70G Master 2轻了200克。所以我上周去云南旅行，选择的是这台 JV1 加上 20-70轻量化的组合，而不是画质更好的 FS3 加上 G Master 2。那数码圈总是流行的一句话叫做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那这句话放在相机上虽然不那么合适，但是多少还是沾点边的。JV1 是索尼首款搭载 AI 芯片的相机，伴随这款芯片推出的功能，比如说多人识别景深或者拍摄自动构图，以上这2个功能我都用的比较少啊。其实我使用最长的是这边的动态增强防抖，开机之后画面会有1.4倍左右的裁切，画质会有一定的下降，换来的就是稳到变态的防抖能力。之前用过一些防抖很强的机身，比如说佳能的 R7， 都是没有办法和开启动态增强之后的 JV1 相比的。只依靠机身防抖的话 ，FS3 的防抖能力会比 JV1 高个 0.5档左右。在续航方面，无论是 FS3 还是 JV1 使用的都是 FJ100 的电池，给到的实际拍摄时间都是在95分钟。如果需要更长的拍摄时间，也可以通过购买更大容量的副厂电池来延长一部分的续航。我目前使用的是一块原厂电池加绿巨能的充电盒套装。那为了防止在户外没有带充电器的尴尬，又额外购买了一块直充电池。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如果你是在国庆之前，也就是索尼发布 1.02 更新固件之前购买的副厂电池，在更新了相机的固件之后啊，很有可能会出现电量不识别的情况。这也是因为索尼在 1.02 固件中更新了一个电池识别策略，这种情况是需要寄回厂家联系这个厂家更换新固件的电池的。在聊到搭配什么镜头之前，我还是想来说一下这2台相机的高感画质。1200万像素带来的就是每颗像素能接触到更多的光线，所以 FS3 或者是 JV1 的双原生 ISO 档位是3200和12800，在这2档 ISO 下会获得一个最大的动态范围。平时室内的 A RAW 拍摄都是开到3200 ISO 就完全足够了，搭配这一盏牛耳130瓦的摄影灯，自然灯在1米内最大的照度是72000勒克斯，搭配方形的油光箱和蛋格就可以打出一个非常聚拢的光线。那户外的夜景啊就更加没得说了，直接12800 ISO， 无论是 FS3 还是 JV1 都能获得一个非常纯净的夜景表现。好了，扯远了，聊回镜头本身。刚刚提到的是 20-70F4 和 24-70G Master 2，产品拍摄的话主要还是以前面这2颗为主。
两个镜头的话都是没有防抖的，G Master 2会重上200克，并且防尘防滴键会做得更好。至于少的这一档光圈呢，F2.8 和 F4 在这两台机器上，个人感觉是用处不大的，毕竟本身就是高 ISO 表现为卖点的机器，并且产品拍摄一般也会把光圈推到8或者7，区别就是20-70的成像风格会稍微的偏暖一些，并且在70端的边缘画质是比不过 G Master 2的，毕竟价格也便宜了大概7000多。简单点说， G Master 2的画质肯定是更好更专业，但如果只是追求出行的轻便小巧，或者是没有太过于专业的用途，20-70 F4 肯定会更加适合你。那结合到偶尔会出去街拍又摄孔的需求啊，毕竟前面是工作，后面才是生活嘛。长焦端我选的是一颗腾龙的70-300，那这个镜头目前的二手价格2500左右就能入手到。那这个头的话，在150到300的焦段，边缘画质还是比较肉的。中频锐度的话，只能说对得起它这一个2000块钱的售价。那经过我这段时间的使用，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镜头防抖。对于一个长焦镜头来说，这还是比较要命的。在户外拍摄的话，一般快门要调到100以上。再往下的话就会有点撑不住啊，特别是在长焦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毕竟这种大变焦镜头嘛，在变焦过程中镜头的伸缩行程还是比较长的，所以难免会有这个镜灰的情况。但是不影响拍摄，但会影响出二手的价格。那如果你想要一个一镜走天下的话，我会推荐你去看一下腾龙的一颗28-200焦段的天下镜，这个镜头的成像素质还是蛮不错的，基本上可以跟24-105掰下手腕了，也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求。总的来说就是 FS3 确实很好，确实很强，在长时间录制的时候也可以给人一个很十足的安全感，但出远门旅行呢 JV1 才是我更愿意带出去的相机。最后借用吉利老师的一句话，一个相机的性能再强再厉害，如果你不愿意把它随身带着，那就一点用都没有了。好了，这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感觉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